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Ann亲子书房练习曲。今天呢，我们想来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家打造成一个让孩子敢于犯错的安全空间？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请你，很诚实的问问自己一个问题哦。当你的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心里头冒出来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是急着想要去纠正他，还是心里闪过那么一丝丝的失望？你可以先把这个最真实的答案先放在心里。好，那在这支影片里呢，我们会一起来探索要怎么打造一个容许犯错的家庭环境。然后我会跟你分享一套我自己觉得非常强大的3步骤对话工具。最后呢，还会给你一个你今天马上就可以开始的微行动练习。对了，也请你务必要看到最后哦，因为我还有一个很温柔但又很重要的提醒要给你，它会是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一个核心。好，我们直接切入核心观念。这一切的关键其实就在于环境，重点从来就不是孩子的能力好不好，而是他感觉到安不安全。心理学研究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孩子之所以会退缩往往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环境不安全。换句话说，孩子不是不敢挑战，而是他不敢在你面前失败。这句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放在心里，好好的想一想。那么所谓的家庭环境，具体来说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分成3种类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我们不知不觉中正在为孩子创造的是哪一种环境。第一种是溺爱型家庭，这种家庭的特色就是我们很努力的避免孩子犯错，总是抢在前面帮孩子收拾残局，结果就忽略了责任感的培养。短期来看，孩子好像很快乐，但长期下来，他们会变得非常依赖，缺乏主动性，一遇到困难就卡住了。在第二种是高压或疏离型家庭，在这种家里，犯错就等于惩罚，表现好不好就决定了孩子的价值。这种家庭很强调服从跟结果，在这边长大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会非常优秀，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极度害怕失败的，甚至会为了避免失败而不敢去尝试任何新的挑战。那第3种也是我们最希望能一起打造的，叫做滋养型家庭。在这样的家里，错误被看作是学习的信号，任何的尝试都会被鼓励，而我们家长的角色是盟友，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这样的孩子才真的敢去尝试，能够承受挫折，并且发自内心的持续成长。好，了解了环境的重要性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非常具体可以马上操作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就是那个话到嘴边就变了个样，对吧？现在要介绍的这个黄金3步骤对话法，就是一个能把触误转化为成长的超关键工具。我们用一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场景来练习一下。孩子的房间很乱，然后呢，他并没有去整理。这个方法真的很简单，就只有3个步骤哦。首先是陈述事实，接着是找到亮点，最后是提供选择。我们一步一步来看要怎么做哦。第一步，陈述事实，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脱口而出，你怎么这么懒惰啊？但这是一种评价，一种论断。我们可以试着换个方式说，我看到地板上有积木，然后门口还有几台小汽车。这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它的力量在于，孩子感觉到的是被看见，而不是被否定，就完全改变了整个对话的起点。第二步，找到一个亮点。就算是在一团混乱中，我们也要练习去发现那个正面的地方。与其说这里还是一团乱，不如试着说，我注意到你把书都放回书架上了耶，你其实很会整理嘛。这一步的魔力就在于，我们在孩子还没有开始行动之前，就先让他相信我做得到。
这是在帮他建立能力感，非常重要。好，第3步，提供选择。以前我们可能会直接下命令，现在立刻去收好，但这通常只会引发抗拒。我们可以试着把控制权分享一小部分给孩子，问他，你想先收积木还是先收小汽车呢？或者我们可以一起规划一下顺序哦。当孩子感觉到他有选择权的时候，他的内在动机就会被启动了。所以这套方法为什么会这么有效？它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心理学机制。第一步，陈述事实，它降低了孩子的防卫心，他不会立刻进入那个被骂模式。第二步，找到亮点，是建立了他的自我效能感，让他相信，我好像做得到。那第3步，提供选择，就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内在动机，让他从我必须做转变为我想要做。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关系转变。我们要从一个控制者的角色转变为一个盟友。我们的身份不是法官，而是跟孩子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伙伴。请记得这句话：孩子不是你的作品，等着被你雕琢到完美，他们是你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当我们真正开始把孩子视为盟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倾听而不是指挥，而孩子呢也开始向你表达而不是隐藏，亲子关系就从对抗变成了合作。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始行动，对吧？所以现在我要给你一个非常简单但影响会很深远的本周练习。这个礼拜请你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就好，我把它叫做一次不评价的对话。找一个机会，当孩子出现某个状况的时候，刻意的有意识的练习刚刚那3个步骤，只说事实，找一个亮点，然后提出一个选择，就这么一次试试看。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做到完美，而是要开始练习。好，那现在让我们回到最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听完今天的分享，我再问你一次，当你的孩子犯错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这一次你的答案是不是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呢？你可能发现你不再只是想着要怎么纠正那个错误，而是开始思考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敢再试一次。因为一个孩子的勇气从来都不是来自于每一次都成功，而是来自于在他跌倒失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会被温柔的接住。这就是我今天最想给你的那个提醒。如果你愿意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听完之后你最想改变对孩子说的是哪一句话呢？让我们一起练习，也一起成长。非常谢谢你的收看，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欢迎你订阅安安亲子书房练习曲，我们会持续分享更多温柔而实用的策略。我们下次见咯。